电商情报站，酷澎银弹血洗宠物市场，上百家门市倒闭，品牌该如何自救？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会比较深入的分析台湾电商市场，那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然后我的预测算蛮准的很值得参考。这样你可以去考古我以前的影片，反正我们业内在看那个趋势蛮明白的。那常听到零售老板说我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品质也超好，却一直都卖不好。那问题都不是出在产品啊，产品它一定有它好的地方，不然它不会被生产制造出来，你知道？没有人开会就是在那边说我们来大量生产一个垃圾好了，不可能每个产品被生产出来的时候，通通都是有它的用途，有它的价值。那所以问题往往都不是出在产品，而是想买的人根本就看不到你，找不到你这样。如果你只是放在通路平台，例如虾皮、Momo、酷澎、PC Home 等等，那消费者要会记得什么？记得平台跟大牌子而已就算很喜欢你的东西，几乎也没办法记住你的品牌名称。而他们想要再买同样的产品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好像是虾皮吧，我回去看一下以前的订单虾皮、Momo、酷澎或 PC Home， 而不是你的品牌。最多真的就像我说的一样，去滑一下过往的订单而已，看一下上次是买哪一间那还不好找这样，那就算了就直接用关键字再重新搜一次。真的会这样认真去找过往订单的人10个里面大概只会有2个吧。不然我问你，你上次看订单记录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好几个月还是好几年？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品牌官网，那消费者看到的就不是特价的大卖场嘛，而是看起来很厉害的品牌旗舰店，让你的好产品能够被看见，而且能够详细被介绍，而不是那边价格排序然后价格最低到最高，那就被淹没了，不会淹没在一大堆的比价商品中。那他们会从网站设计、购物体验中逐渐认识你，并且留下会员资料，之后你就可以主动推它做活动，吸引出消费者的回购。而 Cyberbiz 就可以帮你快速建立品牌官网，一站搞定经营电商的大小事情，那协助用最快的时间上线营运。想要让品牌被看见，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马上免费试用30天。这个免费试用是真的可以去做生意的来体验自己开一间电商品牌官网吧。上一集我们聊了 Momo 会突然提供中南部的当日到货，主要是为了对抗酷澎跟虾皮的攻势，这我的判断了那我们这次就来讲说，在酷澎的银弹攻势下，台湾的头号牺牲者出现了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酷澎大抢宠物财，害惨小商家，通路商哀嚎，未来只剩通路集团可生存。好的，内容是这样。根据农业部2023年年底的统计，台湾已登记的家犬跟家猫合计逾222万只，带动了宠物用品的市场发展越来越蓬勃这个是真的那个是有被登记到的那个乡下阿公阿嬷他们自己随便养的那还不算。那像什么证据就是如果你去宠物展，哇，真的都人山人海。那这块市场也成为酷澎眼中的必争之地。而中华民国宠物食品及用品商业同业公会顾问范发扬先生指出，近几个月已经有上百家小型及中小型宠物店及连锁通路结束营业，预计年底还会有30% 的店家宣布倒闭那并且预估到2026年年底，台湾只剩下大型宠物通路能够存活。然后他也揭露了他观察到的酷澎打法。你看我划线的地方酷澎在台湾宠物用品市场的操作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向台湾主要品牌商洽谈，希望能够直接进货。那多数的代理商都很担心低价破坏市场嘛，那初期都是拒绝出货的态度，这也是真的我们业内在那边聊也是这样，就是酷澎一开始想要直接跟经销商进不然就跟代理商进，但是他们也知道说我出给你，你就要破坏市场了，所以说大家都讲好，就是不能供货给酷澎。所以酷澎现在改了第2种打法，很凶猛叫做什么？直接跟宠物店买，然后也不杀价，没关系那我现在是消费者啦，消费者最大对不对？你卖1300，我就跟你买1300，然后我买回去以后
用850块卖给消费者，就这样哦，就这样干。因为现在是我的货啊，所以你不能讲什么啊。那你说他这样亏钱呢？哦，来，你点一下左上角来复习一下以前拍过的这一支酷鹏血洗台湾，让市值狂飙6000亿新台币。我这一支里面就有讲了，酷鹏的 CEO 有讲说，今年要在台湾赔掉9亿美金了。我算一下，这多夸张的台币战士！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不叫赔钱哦，这叫布局，这叫行销预算。好，那我们继续讲，接下来的宠物市场哦，会变得非常混乱，出现了2个状况。第一个，消费者转向酷鹏，本来习惯啊都在宠物店啊那边买饲料的消费者，现在都直接去酷鹏买了。为什么？因为我刚才有讲啊，本来1300的饲料，现在来卖850，然后东西都一样，品牌都一样，啊是你买不买？还帮你送货到家。第二点哦，部分的商家直接跟酷鹏进货，哦，这个也是很夸张，就是酷鹏在网络卖的售价已经比代理商给店家，就零售店家的进价还要低了。那当然有些店家就怎样，就不跟代理拿了，我就直接跟酷鹏下单这样。好，那最后造成了什么结果？我们刚才也讲了哦，让上百家小型及中小型宠物店及连锁通路结束营业啊，整个市场大乱这样。所以你看哦，我之前的预测是准的。酷鹏进来嘎嘎乱杀，就那边开无双哦，受到影响的范围其实超级之大，不是说什么哦某某被斗倒了哦没差哦 PC 用倒了哦倒了就倒了怎样怎样，反正我是消费者，我最大哦，他连他实体门市的营收哦，通通都可以一起打击到。你看这些连锁通路倒闭，是不是就有相当多的店员们就这样失业了？对啊，所以伤害哦就是这样逐步的造成，逐步的显露出来。当然我也有讲不准的地方哦，我之前是讲说会先受到冲击的是母婴用品嘛，母婴用品，因为酷鹏一开始瞄准的就是母婴市场，什么尿布、奶粉，结果现在先跳出来挨的哦是宠物用品哦，这个我也是蛮意外，不过想一想也是蛮合理，就是养猫猫、养狗狗的哦，很多都是像你我这种上班族，所以下班以后还要去门市，还要扛饲料回家。就真的蛮麻烦的，就直接送到家门口，送到管理室嘛。现在酷鹏又有那个袜会员，有没有？随便买都免运，还不用在那边凑运费，那你干嘛不用？再来，我们讲说品牌们是如何应对酷鹏的，然后我们也讲一下这些宠物用品的品牌哦，他们现在面对酷鹏提出的做法是怎么样，也可以让你做个借鉴。来看我划线的地方哦，初期的确会担心价格混乱。影响商品售价，也无法对其他大型电商交代，如某某购物网、虾皮等等，因而迟迟未与酷鹏合作。这个我要补充一下背景知识给你哦，就是这些品牌商哦，为什么会担心无法跟什么某某啊其他电商通路交代哦？是因为通常你要上这种通路平台，他们都会在合约上再加一条，要求你同样的商品哦，不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卖的比较贵，这样就是最便宜。所以酷鹏这样子破价来卖哦，对品牌来说其实是个相当程度的困扰哦。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卖便宜了，消费者会怎么看你？例如说爱马仕的包包，一颗好几万到好几十万，然后我乱讲，酷鹏上了一颗990块，那会这样会马上被疯抢。但是不是在消费者心中就会觉得爱马仕好像也还好？你看，就这个品牌价值哦，会直接蒸发掉。990块就买得到的话，这个品牌奢侈品会瞬间从神坛上就被请下来了。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例子，我乱讲的。但我要表达的事情是，对于品牌来说，它的货被卖便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才会有后面划线的地方哦。既然像酷鹏 say no 也无法扭转局面，只好转而思考，我打不过酷鹏，我就加入酷鹏嘛，或不如加入酷鹏阵营，向酷鹏要求控价权来控制局面，就是品牌商现在怎样低头了，好啦，我给你卖哦，你不要卖的那么低，这样看怎么样去谈判。那你觉得未来就会持续相安无事吗？我跟你说没有，你看这个贴文哦，就有人回报说酷鹏会自己调进价，然后不是调个1-2块哦，是进价128哦，就调成95，直接帮自己打74折。那你没看到哦，就是被他赚到这样。所以你跟酷鹏合作，现在必须要睁大眼睛。这不是跟我们前面几集讲的这个虾皮很像吗？虾皮各种活动叠来叠去叠出来，你可能已经毛利是负的，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做电商生意是怎样？就不只要各种的行销操作，
然后还要各种叠对叠哦，就很辛苦很夸张这样。再来你要知道消费者真的有得到好处吗？然后我们来讲消费者端的状况，就看起来好像在这场战争当中消费者赚嘛，反正哪边便宜我就去买谁嘛，但真的是这样吗？我每次讲这个底下就会有一些还搞不清楚状况的留言在那边说没差啊，这个自己竞争力不足又要补助又要怎样，你玉龙什么的，一直讲这个就不是这个东西来，你看证据，消费者真的有赚到吗？我们来看几篇网友在脆上的发文。来，第一篇，这位网友说他家的毛小孩如果是从酷鹏买来的饲料就不愿意吃，就是闻一闻就不吃就是我们看起来都一样，可是宠物知道。来，第二篇，这个很夸张就说打开包装里头有一堆黑色小虫跟白色虫卵，然后也跟酷鹏讲，那酷鹏说抱歉你遇到这个问题会退货，然后给你酷鹏币关怀100元就是这样，要息事宁人这样。你以为只有这样吗还有人晒出了酷鹏发的简讯，就说饲料有问题且主动退款，然后赠送酷鹏币关怀300元。那看起来出问题了，好像都是饲料。那如果你家有养宠物的话我会非常的建议你先去脆上爬一爬，你就打酷鹏饲料看一下看一次，不然你家的宝贝毛小孩生一次病，哇，那个就没有健保的好几千到好几万，可能就这样不见了。那你也不要想说没差，我家又没有养毛小孩，这就跟我没关系，我就酷鹏继续定起来这样，你觉得嘞这个真的不是我要黑酷鹏还是什么，是脆上真的是一大堆。再随便找一篇给你看，这个是尿布出问题你当然还是可以说他就出货那么多，这是个案个案对，都个案。但如果今天这个个案是你，那你还会这样觉得吗？今天如果这个出货的平台换成 Momo 或是 PC 是不是马上就上新闻就爆了，然后高层马上就要开一个道歉记者会？最后你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最后我们也来讲，身为电商从业人员的我们应该怎么办。老实说我们还真的不能怎么办刚才你也看到了，很多宠物品牌本来也不想跟酷鹏玩，但是这样子一通操作以后，他们也是妥协就好了，我卖你，然后你就不要去乱市场这样。那我的建议还是一样，你要想办法自己卖得好，然后这个卖得好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要培养出一批忠实消费者。忠实消费者我知道你听起来就是一个名词，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经营品牌大道至简，真的就是培养出一群忠实的消费者。就这群消费者不管怎样只是想要在你这里买，这样你才会有一线生机，这是真的我讲的是一线生机，因为你不能期待说你把货都给酷鹏以后，那你就高枕无忧了。你知道现在他还没有称霸台湾电商，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负面消息。那等它做大了以后来我帮你复习一下，酷鹏在2020年到2024年的8月之间过劳死了20个韩国本地员工，然后被韩国的国会叫去罚站。他在韩国本地对待自己人这样子的同族都敢这样子搞，那你觉得他会善待我们台湾的员工台湾的厂商吗？我未看先猜，这不用猜如果他在台湾做到电商龙头第一步就会去干嘛？就跟品牌压价，叫你进价更低给他，不然他会进别人的，这很基本的商业操作到时候如果你的营收假设有1/2是来自酷鹏就好，那你怎么办？你敢不听他的话吗？所以为了防范这种事情发生，我真的是认为每一个品牌还是要有自己的基地，你不能全部都依赖通路。那你全部都依赖通路，但是以前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就是通路超级强势，你自己卖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是大家都有办法自己卖，品牌官网，那你还要能自己卖得动才不会去需要担心那个通路大战。通路大战就是这样，打到后面就是拿你家商品来爆破这样。你应该要做到说，就算没有通路平台，你靠你自己的品牌官网也能够活下来，也能够健康的逐渐成长。那你就会怎样？你就会相当之安全，就不用担心外面的风风雨雨大概就是这样。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给你做个参考。如果你认为这样子的分析对你有帮助也想看到我做更多更深入的产业解析，那我刚开了频道的会员，欢迎你加入电商通理层的频道会员，用钱支持我，让我可以投入更多心力，制作出更深入、更清楚、更好看的内容来给你看。
讲八卦哦，讲八卦，就酷鹏这样子做下去啊，平台会越来越强，没有错，但品牌会越来越怕酷鹏，因为斗价钱的风气一旦形成，那品牌方他之前投入长时间跟庞大资源去打造出来的品牌价值，很有可能就会遭到削减。所以我认为台湾电商市场会逐步走向通路平台跟品牌官网这两个阵营啊，通路平台、品牌官网这两个。那目前看起来台湾的情况还好，并没有出现像中国一样，反正你做电商你就是只能往通路去，它完全没有品牌官网的土壤哦。中国就这样嘛，淘宝、天猫、京东嘛，就变成说品牌商你自己经营自己的独立站，他们讲独立站我们讲品牌官网，欧美也是讲独立站在中国几乎是完全没有生存空间。那我们台湾现在看起来很明白，我们会走向欧美那种通路平台跟品牌官网就一半一半的局面。那种搬运商人啊，1688买淘宝卖虾皮啊，那种空手道我们就先不讲。品牌电商创业的青年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加大在品牌官网这边的投入啊，不然你品牌还没做起来，然后就在那边斗价钱啊，斗一斗就被斗倒了。你要发展一个品牌官方网站，这叫什么？这叫基础建设啦，真的。我知道一讲官网，有人说没有官网又没流量，干嘛要进官网？对啊，你官网的流量这回事，你就是要自己争取啊。那争取的方式不止投广告嘛，反正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会说做官网就没流量的朋友有没有可能？要么你就是预算不足，连投广告引流量都没有。投广告引流量是这样，你只要投出一个正的反馈的话，就是你有赚到钱你广告就可以一直开，一直开。逐步加大嘛，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是预算不足，启动的预算不足？那要么就是根本怎样没有能力引流量，才会讲出官网没流量这种话啊。我们自己在做不是都好好的啊？我看我们客户在做的不是都好好的？那甚至他们就是就是说官网没流量啊，就变成什么？就上通路平台去斗价钱，斗价钱会有一种结果叫做什么？出得了货赚不了钱。这样真的有比较好吗？你那个虾皮早期的人真的有赚到钱那虾皮现在呢，对不对？那随着这个平台红利逐渐都收拢回来现在真的有比较好吗？所以还是要经营自己家的品牌电商官网基地，这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基础建设的投资啊。那现在经营的成本也是前所未有的低了，真的跟以前动辄都是客制化专案那个都到7、8位数的。那现在买合约1年几万块，有最新最强的资安就是这样，你的资安你的金流通通都是齐全的。我实在看不出做品牌，然后他不去做一个官方购物网站来给人家查的道理。你要发展品牌，你要有个东西给人家查，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经销商都会去查。然后在消费市场极端的喜新厌旧的这种特性之下，做品牌目前我个人判断是非常容易获得红利的。因为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你像 IG 你像Trade，你像 TikTok， 你像 YouTube， 你像 Facebook， 但改名叫 Meta 嘛，管它了，我们还是叫它脸书嘛 FB 嘛，那都可以怎样？都可以凭着本事自媒体经营的本事来获得流量，从中转化成订单。这个我之前拍影片也都讲过啊，你就是做自媒体引入自己的精准流量，然后转化成订单，就这样。并且经营自媒体怎样花样百出呢？这不需要特别高深的专业呢，只要你有观众缘就好了。那观众缘就是玄学，你看馆长的那种面相，他都会有铁粉了，就说明什么？颜值不是全部，就很多人很怕露脸嘛。你看馆长都在拍了，那像我长这个样子，我在拍影片也还是有人看更遑论要是你的商品这样天生颜值就很高，比方说什么？比方说甜点或蛋糕。你做品牌官网，自己引流量来官网成交，这个真的是就非常逻辑通畅的一件事情，不做反而会很奇怪。你做甜点蛋糕，你去虾皮，你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我讲一个操作方式你参考看看，你敢做你就去做这一定会获得流量跟关注，然后一定会导向成交订单。就像这个花莲光复的这场灾难，品牌商完全可以怎样？我讲品牌商没有很大就是创业青年这样。或者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称呼叫品牌主理人品牌商完全可以策动一场员工怎样就去现场挖土啊，产值英雄啊，那过程中就可以拍成许多支短片，10-20支、20-30支、30-50支都可以尽量拍。这种红法怎样
天然受欢迎，你就不需要像一堆知识型网红抓代志啊，惹事情的网红整天在那边搞事情，那边吸引眼球，不需要，那你就去做公益，那做公益性质的自媒体来引流量，就不用理会那些说你摆拍的酸民嘛，反正网络世界怎样就是会有酸民，你就不要被他们影响，他们只是出一张嘴，酸东酸西酸天下南北，你就不要理他，那你就做公益性质的影片，你吸引来的流量都好了，你知道，这些人怎样又善良又健康，他支持的方式很简单，你也不要害羞，你就是直接广告，就是购买你们家的产品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害羞，这有什么害羞？这就是做生意啊！你要让我有持续的收入，我才有办法持续的行善啊！你喜欢看我行善，所以你买我的产品刚好而已，这逻辑也是通顺哦。其实现在真的就是这样，现在这个时代怎样？现在这个时代叫做货比人多，你知道，货比人多的时代。那你买谁不是买？消费者是这样啊，都可以花要买谁不是买？现在品牌商就是这样，就是要做出一个理由啊。来让人家跟你买而已啊！你要有办法给得出这个理由啊。与其花大钱打广告说我这产品超好，我这产品怎样怎样怎样，那花不起大钱来打广告的小品牌的创业青年嘛，或女青年嘛，那你不如你就去做公益性质自媒体的这个赛道。为什么？因为我目前看起来几乎完全没有竞争。我讲是长期做长期做不停的不是说有什么事情在那边登高一呼是日常就在做了，就真的是行善事然后被看见就可以了，就会传播出去了。那你就影片剪辑这个剪得好看一点，其实就可以了。公益性质的自媒体，你看这一个引流量的技法并不需要品牌商怎样在广告或是商品上做什么文章或做什么投入嘛，就不是啊，他就不是在跟你战斗这个啊，就是有一个公益性质的自媒体，我喜欢他，我想支持他，我就买他的产品。像有很多的，我也是常常在推荐的一些公益团体台东木星智能发展中心就是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然后一路照顾到成年，他们也会卖中秋月饼。那你要支持他，你就是买啊，就这样而已啊。这样也能够引入流量跟转单，这个是一个另辟蹊径的做法你敢做你就去做试试看。我说的敢做就去做的意思是你心理素质要强大，不要就来酸言酸语，然后你玻璃心又碎了。当你的品牌被消费者打上一个标签，打上什么标签？就是说我要买我就买他们家的，因为会帮我做好事，我想要支持他，这样就好了啊。此时你有需要依赖通路平台吗？没有嘛，你就是拉到自己家品牌购物官网，他们也会买嘛，就是这样嘛。经营品牌就是太多算计了。搞得什么？搞得四不像，各种 KPI， 各种有的没的，然后流行什么就来用什么 ，OKR 什么有的没的。我讲一个例子假设我现在的创业题目就是牛轧糖，那我就一个小小部门，整天在干嘛？整天在那边专门做善事，专门拍影片、剪影片，片尾就直接广告我们家的牛轧糖，直接广告，请多支持，这样也能够形成独特的流量跟竞争力的。整个社会当你的影响力起来以后，整个社会也会因为你的品牌而变得比较好。做品牌哪有那么多算计？做品牌不需要这么多算计，大家都想求财大家都没错。那有错的是什么？那有错的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去行善我们就真的没有要骗人嘛？那我们就是真的打从心底起心动念要去行善嘛？那大家不是嘴巴里面常常在说等我有钱了我要开始行善积德，那不用等你有钱你就可以开始做了。海边捡垃圾、净滩，或者是什么这种去山上，然后把那个山上不是有很多那个镜子吗？就是看对向来车的镜子啊，都长青苔，把它擦干净，就这样啊，行善积德，拍影片自媒体，就真的去行善不是为了算计，是从行善出发，那就持续做下去，不要那边又是逢年过节高调登高一呼，那看起来就很假。行善1年，影片好几百支，小品牌创业，公益自媒体，这个你不成功谁成功？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光复灾难，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发性的好几万人次的产值英雄，我们大家去那边是没有钱领的呢，我们还要自备产值，我们还要自己花钱去买那些道具，然后去那边工作一整天，然后车票还要这样自己搭车回来，很累呢，还要付出呢。对啊，可是这就是台湾人嘛。我不相信你做一支那个公益性质的自媒体，你这样长期行善给大家看
然后呼吁大家支持你的商品，善良的台湾人会舍得放给你一刀。